大家好，我是 Klaus。上一期节目我们指出了中国关于韩战的5大谎言。本次节目按照上次节目的顺序，从网友参与评论的角度再次补充讨论这一话题，同时分析韩战之中谁是赢家，毛岸英作为接班人参战的细节，习近平高调宣传抗美援朝的真正目的和中共使用的人海战术等分析。跟我们看到最后哦，谢谢。在中共与苏联的支持下，1950年6月25日，北韩先发动了战争，对南韩不宣而战。首先突破38线，迅速占领了南韩首都汉城。韩战不是南韩挑起，更不是美军背后煽动，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。网友阿莫斯旭指出，联合国在苏联缺席的情况下通过了出兵的决定，武装干涉韩朝内战。联合国军在丹东扔下了数十颗炮弹。另一边，航母开至台湾海峡，干涉国家统一，严重危害中国的国家安全。首先呢，网友把韩战称为朝韩内战，就是一种自我打脸。既然一朝一韩，何为内战呢？两个都是独立的国家，拥有独立的军队和政府，内战都是对侵略的一种美化的说法。另外，北韩发动战争是苏联同意和全力支持的，苏联理亏，自己心里清楚，自然不会参与联合国的投票。而且当时判定北韩发动战争是武装侵略的联合国第82号决议是无反对票的通过，苏联参不参加都不会影响这个结果。然后美军轰炸丹东，纯粹是中国为了出兵，在国内为所谓的保家卫国制造的舆论。中国绝对不是因为美军轰炸而出兵的，北韩发动战争是得到了中共的全力的支持。朝鲜人民军将近一半的兵力是中共提供的。联合国军在宣布援助南韩之后，中共就马上对斯大林表示，如果北韩被打败，中国会迅速派遣部队入朝作战。8月4日，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，就公开决定了要以志愿军的方式参战。其实，支持金日成统一朝鲜半岛是毛泽东在中共建国前就答应了的。中共从头到尾都是站在北韩的一边，美军轰不轰炸丹东，中共都会出兵。然后我们再看轰炸丹东这件事。首先，根据美军的解密档案，联合国军的命令严禁飞行员越过鸭绿江，包括轰炸鸭绿江大桥，明确规定只能轰炸北韩的一侧。鸭绿江大桥至今属于中国的一侧仍旧完好无损，但是丹东地区有3个机场，能容纳300架飞机。丹东是当时北韩空军的主要基地，利用在中国境内而免遭联合国空军的袭击。当时发生过多次北韩军机进入中国领空，而联合国军机无法追击的情况，所以难以避免的会发生联合国军侦察机飞入丹东侦察，或者与北韩军机在中国领空发生摩擦。根据中国历史学家沈志华对当时的安东市委书记高阳的采访，高阳否认美军轰炸安东的说法，一共2颗炸弹，而且还是误炸。最后我们说美国出兵干预台湾海峡，这个很有意思。1949年，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内战中节节败退，一路撤退到台湾。美国认定台湾终将会落入中共之手，美国决定不再提供任何援助给台湾。当时的杜鲁门政府认为苏联才是美国最大的威胁，愿意放弃中华民国，阻止中共与苏联结盟，来换取中共在美苏之间中立。杜鲁门政府为了传达这个消息，在1950年的1月5日，毛泽东在莫斯科与斯大林会面期间公开发表声明，台湾从来都是中国的领土，如果台湾发生战争，是中国的内战，美国不会干预，暗示把台湾送给中共。为了更明确地向中共示好，1月12日，时任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发表公开演讲，表达了美国一贯对中国是友好的，美国没有侵占过中国的领土，美国也不像其他国家在中国拥有租界。二战期间还对中国提供了巨大的援助。中国人民要想清楚，是谁侵占了新疆，是谁让外蒙古独立，是谁抢走了外满洲15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，挑拨中苏之间的关系，试图拉拢中共，明确表示只要中共不与苏联结盟，美国政策将会倒向中共的一方。但是中共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宣布了一边倒的亲苏政策。在2月14日，中共还是与苏联签订并公布了同盟协议。从这以后，美国的政策就发生了全面的转变。之前美国的冷战只是防止共产主义在欧洲的扩张，中苏同盟签订后，美国认为共产主义已经把欧亚连成一片，从此美国开始了在全球全面围堵共产主义的扩张。所以在韩战爆发后，
本来打算放弃中华民国和台湾的美国政府参与了韩战，并下令第7舰队进入台湾海峡，同时宣布台湾未来的地位未定，必须等到日后对日合约的签订或经过联合国的考量。所以说，韩战的爆发拯救了中华民国。一方面，中共调集了大量军队援助北韩，包括在福建准备入侵台湾的中共王牌军9兵团。另一方面，韩战的爆发全面改变了美国对中华民国的政策，开始了对台湾在军事和经济上的大力支持。从1951年之后，平均每年给予1亿美元的援助及物资，促进了台湾的基础建设和经济发展。所以说，台湾是除了南韩之外，韩战中的最大赢家。韩战最直接地保住了南韩。引用2013年奥巴马纪念韩战的演说，5000万南韩人民生活在自由和生机勃勃的民主制度下，南韩是世界上最具活力的经济体之一，同朝鲜半岛北方的压迫和贫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，这就是胜利。第3个赢家就是日本。日本2战之后作为战败国，在军事和经济上一直受到压制，但韩战之后，日本的战略地位凸显出来，美国要围堵共产主义的扩张，就必须要让日本重新崛起。所以从此，日本在美国的扶持之下，迅速地重回世界强国的行列。还有一个大赢家就是前苏联。因为韩战，美国把注意力从欧洲转移到亚洲，缓解了苏联在欧洲方面的压力。中国和北韩与美国开战，成为了苏联对抗美国的前沿和缓冲区。另外，苏联卖给了中共大量的军火，处理掉了2战时期淘汰的武器，赚了中共将近半年的 GDP。毛泽东和金日成也是赢家，通过战争加强了自己的独裁和权威。在国家层面上，没有输家，输的只有人民。不过唯有中国人民有了一点好处，那就是在韩战中，毛泽东的儿子被炸死了，让毛泽东没能够像北韩一样实行家天下。网友夷林草指出，伟大领袖送自己儿子上战场是无私和光荣的。毛岸英参战是为了拿军功为以后继位做准备，这个是无法洗白的。首先，毛岸英去北韩并不是跟普通士兵一样上战场杀敌，而是完全保密的。整个志愿军之中，只有彭德怀一个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。毛岸英用的是化名，名义上也不是上战场打仗的，而是彭德怀的俄语翻译。而且他也不是在战场上死的，而是在后方的司令部被空袭炸死的。要把毛岸英说成是伟大领袖为了保家卫国，让自己的儿子上战场，后来为国捐躯，铁血男儿，这样的说法都是没有任何根据的。另外，在毛岸英死后，毛泽东就只剩下患有精神疾病的毛岸青一个儿子，自然继承不了皇位。所以毛泽东又转向了他的侄子毛远新。在文革期间，才20几岁的毛远新就当上了辽宁省实际的最高负责人，在毛泽东晚年更是毛泽东身边最信任的人，被毛泽东指定为中央政治局联络员，在政治局会议上代表毛泽东发表最高指示。但最终因为毛远新太年轻，能力不足，以及毛泽东安排不当等等原因，没能继位成功。第二个，中共把韩战称为抗美援朝，但实际上却是中共与20多个国家的联合国军的对抗。网友巴如萨说，如果按照中共这种强盗方式命名，那中日战争可以叫抗中圆满。网友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说，甲午战争可以叫抗清援韩。当时名义上支持中共的都是一些共产主义国家，而这些国家包括苏联在内，现在大多都灭亡了。也就是说，中国出兵北韩，不管是在当时还是现在，都是被国际社会认为的非正义的战争。网友 Bentley 说，很多粉红说韩战打怕了美国人，给中国带来了几十年的和平，但实际上韩战直接导致了国际社会对中共国的敌对和封锁。这样说就是打肿脸充胖子的行为。中共参与的这场非正义战争，让中国被国际社会所抛弃，却美名说自己要自力更生，这是韩战对中国的直接影响。所以最近习近平高调宣传抗美援朝，提倡自力更生，引用的很多说法都是毛泽东当年说过的。也就是说，习近平在为以后的闭关锁国造势，宣传抗美援朝的真正目的并不是在于抗美，而是要走以前抗美援朝之后毛泽东走过的老路。第三个，中共的军队虽然叫人民志愿军，但实际上并不是人民自发的。网友 Sam Lee 说，我建议以后强国要统一台湾的话，美国也可以派一批志愿军。网友 Steven Wang 说，西朝鲜政府说那些是志愿军，他们自己组织去的，和政府没有关系，中共没有参战，那没参战又如何赢呢？网友 FDJW88 说，
在党的正确领导下，中国人做什么事情都是自愿的，自杀是自愿的，破产是自愿的，强奸是自愿的，捐款是自愿的，吃草也是自愿的。第四个，中共在韩战之中并没有赢。网友哇喽说，实力相差那么远，没有输掉不就是赢了吗？这就是典型的中国阿丘精神胜利法，只要没有被打死就是赢了。网友陈瑞说，我和泰森打拳打了平手，你说我赢了还是泰森输了？但问题是，你们好多人跟泰森打，最后打了个平手，你们这边死了好几个，而泰森只是打累了而已。网友 Cloud 菜不承认中共使用的是人海战术，还有些人说人海战术没有用。中共投入兵力240万，加上北韩一共300多万，而联合国军加上南韩才100万，人数比例是3:1。在韩战中的5次主要战役中，最重要的是第2次战役，中共的主力部队9兵团15万人包围了美军王牌主力海军陆战一师2万人，最后海军陆战一师突围撤退，看起来好像是中共赢了，但是联合国军伤亡不到1万人，海军陆战一师伤亡不到1000人，美军主力没有被消灭，但9兵团15万人只剩下6万，剩下的也不得不回国休养。所以说，要不是中共这边有人数优势，能源源不断的补充军队到前线，韩战不会维持到最后签订停战协议。第五个，北韩并不感激中国，金家完全包揽了胜利的果实，北韩人民只知道感激金家，并不感激中国。网友叉轰说，金三胖拜祭人民志愿军纪念碑，所以北韩感激中国。还有网友说，北韩有纪念碑。网友吴一宗回复说，中朝关系好就修，关系差就毁掉。最早的纪念碑早在金日成大清洗的时候就被破坏了，包括毛阿英的墓碑。北韩金家就是利用中朝关系从中获得利益，完全是把中共玩弄于股掌之间。正如网友浮夸打翻拍罗门说，北韩就像中共一胎化养大的小孩，北韩不舒服就闹性子。网友小吕吕说，人前手牵手，人后下毒手。网友哇西林老师啦说，中国和北韩就是恶人有恶人妻。网友扛麦郎说，就这样的白眼狼，中国还像供爹一样供着。最后呢，网友优期望说，在中国的网络上聊这个话题，然后被封号了1周。网友呵呵说，在墙内没有被删过贴封过号的都不好意思叫正常人。好了，本次节目就到这里，感谢所有参与留言讨论的朋友们，我是 Klaus， 我们下次再见。